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逻辑思维。在现代社会啊，有一个永恒的矛盾，就是人呢一边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好处，一边又怨气冲天，抱怨现代化带来的种种改变。所以我们经常听见有人怀念什么田园牧歌啊，想回到所谓原汁原味的前现代化社会。这个想法当然可以理解啊，我们自己难免都经常冒出来这种想法。问题是我们怎么回得去呢？答案好像是明摆着的啊，只要你敢于放弃现代化的生活，你不就回去了吗？所谓舍得嘛，有舍就能得。问题是这样真的行吗？最近啊，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叫乌镇是假的，这篇文章的链接我放在文稿里了，你可以去看原文啊。这篇文章对于理解这个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视角。好，我们先来看看乌镇这个地方。从2014年开始啊，因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每年都在乌镇召开，乌镇突然就有了名气啊，每年这儿都有一段时间是大咖云集。不过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为什么会是乌镇呢？我们如果回到当年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选一个会址，那会是什么样的条件呢？现在看起来啊，无非是两个主要条件。第一，距离上海、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要近。那第二呢，得有中国的文化特色。那用这两个条件要筛选下来，乌镇其实条件并不突出啊。在距离上，乌镇距离上海130公里啊，你算算，开车得将近2个小时。另一个古镇就是周庄，距离上海只有70公里啊，比乌镇短了一半啊。而中国特色呢，你懂的，江南水乡小镇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的。上海、杭州附近除了乌镇，还有什么西塘、南浔、木渎、锦溪，好几个啊。这乌镇它凭什么脱颖而出嘞？关于乌镇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儿，就是它的复游率很高。什么叫复游率啊？就是游客来了一次之后再次来游览的比例啊。我给你几个数字啊，像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它的复游率差不多 78%， 这很高啊。中国的大多数景点呢，复游率无限接近于0啊，来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而乌镇比中国的平均水平要高出了一大截，居然达到了 40%。 你看这一点乌镇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当然了，上面两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给出了答案，就是乌镇足够原汁原味啊。那好，乌镇又是怎么做到原汁原味的呢？通常的理解啊，要想保持一个古镇的原汁原味，好办啊，别管它就行了嘛。让原来的居民就住在那儿，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让原来的商店就在那儿，保持原来的经营业态啊，顶多建一些旅游设施，什么厕所呀、宾馆之类的，然后拼命打广告吸引游客，这不就原汁原味了吗？如果啊真的这样做，有3个后果，那是一定会发生的。第一，你想，游客来了，也就意味着钱来了。钱来了之后，别的不说，当地的房价肯定是见风就涨嘛。比如曾经就有一个报道，某地的一个古镇就是因为选做了旅游景点，当地的离婚率都开始飙升啊。为啥？有钱之后嘛，当地的经济结构就被打破了嘛，家庭关系都维持不住了。而且啊，房价一涨，旅游者一多，本地人也未必愿意继续留在这儿啊。老房子反正涨价了吗？卖了吧，或者租掉吧。接手的人呢，大概率也不是本地人了，而是专门来做旅游者生意的人。那新来的人说的话肯定也不是本地方言了，这原汁原味也就保持不住了。还有一点啊，外来的游客他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啊。你想，原汁原味的小镇民风之所以看起来那么美好，为啥？是建立在当地熟人之间的重复博弈之上的。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敢做破底线的事儿。那如果到处都是只来一次的游客，会发生什么？你懂的，只要管理稍一松懈，宰客现象就会出现啊。这淳朴的民风，这原汁原味它也保不住。还有一点，游客进入一个地区，它往往是潮汐式的啊，旅游旺季是人头攒动，人挤得脚插不进。那淡季呢，商铺关门落锁，一片萧条啊，这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儿。
这哪里还有什么原汁原味？你看，任何一个系统不是它不想保持原汁原味啊，但是外界因素一旦介入，即使它躺那儿什么都不动，系统本身也会做出各种应激反应，所谓的原生态也就不复存在了。你看，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好，那回头我们再来看乌镇，它是怎么做到它就那么原汁原味呢？说来很有意思啊，它居然是通过最深度的介入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最深度的破坏原汁原味来还原原汁原味。乌镇的居民啊，和其他古镇不太一样啊，大部分都是原住民。你说这是为啥呢？是因为这帮人特别恋家吗？不是啊，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房价涨了之后还舍不得走，这是靠机制来实现的。就在乌镇进行全面改造之前，旅游公司和他们就签订了合同，请他们在改造完成之后重新搬回来，回到乌镇继续扮演一个在古镇里生活的居民的角色。请注意，我用的词儿是扮演。这些居民的真正身份是乌镇旅游公司的员工。这样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这些居民在聊天的时候用的还是当地的乌农软语，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方言啊。就凭这一条，乌镇在根子上就保住了原貌，人在一切都在嘛。那顺带着拉客宰客的问题也解决了。乌镇的大部分居民领的是旅游公司发的工资，一年中的收入没啥波动，旱涝保收啊，所以他们平时根本不用刻意去拉客，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熟悉的节奏，把自己的正常生活做好就行了。所以在乌镇你看不到那种急吼吼的想赚钱的那种旅游景点的气质啊，反而经常能看到原住民身上一种独有的叫慵懒气质，把古镇原本的生活节奏也保留了下来啊。当然了，旺季淡季的那个波动问题也顺带就解决了。光留住人还是不行啊，乌镇的管理公司对于小镇生活介入的深度那也是罕见的。比如说乌镇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景观叫做古镇田蛋，我在文稿里放了一张图片啊，你可以感受一下那种田蛋的氛围。我大概描述一下，就是古镇的一条小巷，两边的店铺门窗紧闭，没有任何一个叫卖的商贩啊，非常的幽静，就是你理想中的江南水乡的风景。那这是什么？这当然是管理的结果啊！你要是自由，大家都在做生意，不可能有人愿意承受这个经济损失的。所以这是旅游公司牺牲了一部分经济利益，选择在特定的时候让特定的店铺不开门啊，这样游客再多，古镇的景观也不会被商贩彻底破坏。那一部分商铺被要求关门，开张的商铺又是怎么样的呢？通过严格管理它的体验。比如说在吃的方面，一份番茄炒鸡蛋中，鸡蛋不得少于4个，这是规定啊。一份土鸡宫保，从鸡肉的分量到价格都有明确的规定啊，否则客人可以投诉。包括做菜用的酱油、味精、料酒都是统一采购，甚至可以做到景区内的食物比景区外还便宜。你想，在全国的旅游景点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景象？你可能会说，这样的乌镇那不是假的吗？对呀，就是假的呀，就是给你看，塑造你的体验的呀。那真的是什么样呢？1995年的10月份，画家陈丹青去杭州，绕到乌镇去参观。那个时候乌镇还没有开发啊。当时陈丹青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请注意，下面我念的那就是真的乌镇。陈丹青说东西栅破败凄凉，剩几户老人听评弹打牌，河边摔墙边停着垃圾堆、鸟笼子，还有家家的马桶。年轻人走光了，那种没落颓败味道是好极了。我原是江南人，走走看看绝对是怀自己的旧。可是全镇完全被世界遗忘，像一个炊烟缭绕、鸡鸣水流的地狱。对，这就是真的乌镇。这样的乌镇你真喜欢去吗？而现在呢，改造之后，古色古香的街道后面不经意一推门，你就会遇到一家豪华酒店。刚才我讲的乌镇是假的那篇文章里就说，的确乌镇是假的古镇，
因为是假的，才有了可控的高品质服务；因为是假的，才有了弥漫整个古镇的恬淡气质；因为是假的，才有了充足的空间容纳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度假酒店。看完了这篇文章，感觉乌镇真是一个绝妙的预言啊！你听，那么多人喊着要返璞归真，喊着田园牧歌，这个愿望本身当然是值得尊重的，但问题是，这个愿望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要一种片段的体验呢，还是真的要那种全部的生活呢？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片段的体验。比如他们要有小桥流水，但是最好不能有蚊虫臭味儿；要有田园牧歌，但是得有干净的抽水马桶和淋浴设施；要有古色古香，但是 WiFi 信号那可不能少啊！推开窗要有江南小巷，但是转回身最好就是酒店大床啊！那这种片段的体验怎么实现啊？当然不是靠什么放任自流、原汁原味来实现啊，而是靠深度的介入和改造来实现。这是在现代生活的一个常识啊，就是一个现代化造成的问题，只能靠更深的现代化才能解决啊。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古怪现象，什么呀？就是往回走的路，其实在正前方。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逻辑思维，明天见。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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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乌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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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你好，乌镇。Hola，乌镇 Hello，乌镇。Olá, amigos do Uzen. Jumelang você passavet ba Ujeng? Hello，乌镇 Hello, Uzen. Happy New Year，乌镇。 Hola Wuchen, ¿cómo están? Bisabeles Wuchen. Ni hao Wuchen. 안녕，乌镇。 Ni hao Wuchen. Quiero hulu na halik na hu 2019. We hope to see you next year. Happy New Year.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Get me back to Uzen. We love being in Wuchen. We love Wuchen. 네, 좋아요. Ai Wuchen.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